Big problem。我们使用的塑胶大约有 90% 成为了废弃物，这些废弃物正在污染我们的海洋、土地，并改变了栖息地。但在医疗保健和无菌食品包装等领域，塑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塑胶，能够高效地进行闭环回收，实现无限次的再利用，那该会如何？如今我们发现的癌症已比往任何时候都多。早期检测对患者来说是好消息，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但如果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它能够在病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生病之前，自己检测并对抗癌症，那会如何？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干净水源的短缺，这可能会对已经承受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人口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如果技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扩展可饮用的水资源，那该会如何？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工程师，你会考虑这些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来指导研究并找到解决方案。事实证明，在思考大问题时，你有时候需要从非常小的角度去思考。芝加哥大学的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院颠覆了传统解决大问题的方法。这是一个来自多学科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合作，从分子层面解决大问题的地方。在与 Argonne 国家实验室的合作中， PME 位于全新的最先进的艾克哈特研究中心。这个设施位于芝加哥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使你能够以奈米级的精度应对全球性问题。在芝加哥大学，分子工程专业为学生准备了多种职业和领导角色。这些角色在我们技术驱动的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了研究、医学、商业管理、政策和创业。你的学习课程将反映出你在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学生可以选择专业中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步专攻，无论是生物学方向、化学和软材料方向，还是量子方向。这些工程师透过实验室的亲身经验来发展实验技能，并通过进一步的课程来发展非技术技能。任何被大学录取并完成先修课程的学生都可以攻读分子工程专业或辅修。好，让我们回到大问题上，到底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仍在回答中，我们知道这将需要合作、先进的研究设施，以及精通自由艺术的专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正在芝加哥大学的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院接受训练。对于下一代塑胶，我们可以从大自然母亲那得到启发，设计出具有选择性拆解控制方法的聚合物。这种方法将启动材料的分解，然后再有效地再生出性能与原生塑胶相同的材料。想象一下它的生命周期，真正的循环经济中的塑胶。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分子来帮助人体对抗疾病？我们的免疫系统由分子组成，我们保护和对抗感染、过敏、癌症和自身免疫系统的能力取决于这些分子。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设计我们的分子来管理这个网格，超敏感的量子传感器可以在分子层面检测生物和化学变化，并影响我们如何诊断和治疗疾病。那么对所有地球生命至关重要的分子呢？水。我们需要水来生存，但是在许多地方，水的供应是有限的或被污染的。随着我们的气候变化，水资源将继续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PME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设计使用开创性的生物启发的策略来开发水净化系统的材料系统。其他研究还包括从海水或废水中提取有用的污染元素，包括铀、锂和磷。分子工程是芝加哥大学科学突破传统的延续。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员、学生和校友获得的7项诺贝尔化学奖、29项物理学奖，这是一个自豪的科学遗产的见证。我们的历史是一个创新的历史，从伊恩·福斯特和网格计算、现代的云，到恩里克·费米和第一座核反应堆。但这长长的突破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它是每天都在这里发生。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院的协作和跨学科的工程方法，建立在芝加哥大学强大的自由艺术教育和我们深厚的科学创新之上。我们的核心课程帮助工程师提出正确的问题，并表达他们的解决方案。芝加哥大学的分子工程师们因自由艺术教育
和对研究所的强烈承诺而团结在一起。他们学会了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并制定出创造性的新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的如何创造无限塑胶，或者我们是否可能永远治疗癌症，或是未来的水资源将如何被收集。但我们知道，将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下一代工程师将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配备了自由艺术背景，并由科学界领袖传授的知识和研究技能。芝加哥大学的工程师将从分子层面开始解决未来的大问题。